华为问界宣布部分车型带来新年价格直降3万元，老车主啊也会回馈的新年价值礼物达到3.5万元。对于这波啊，我只能说这华为这是摸着特斯拉过河了，属于是特斯拉你学点。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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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哎，大家好，我是那爷，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看见我就意味着你又长了1周岁。咱们抓紧来看一下新年之前最后1周，这科技圈里面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可以把哈哈打在弹幕上；如果觉得主播在瞎编，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咱们抓紧开始。为期1年的 iPhone 15预测我们又来了啊！咱们继续来看一看目前根据比较可靠的信息源带来的 iPhone 15上面可能的变化，咱们抓紧给大家来看。首先呢，是来自于彭博社的资深记者给出的最新消息。那么 iPhone 15全系列都将支持灵动岛功能。咱们知道啊，过去1年度的 iPhone 14和 iPhone 13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灵动岛。但是 iPhone 14和14 Pro 之间呢，又是一个灵动岛来区分啊。明年你再忍1年，到 iPhone 15的时候，大家都有灵动岛了。哎呀，来问大家一下啊，如果有灵动岛的情况下，那你还会去买 Pro 吗？会买 Pro 打个1啊，用 iPhone 15正代灵动岛就能解决了，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除此之外呢，多家媒体都给出预测呢 ，iPhone 15全都会变成 Type-C 接口。尽管距离欧盟的要求2024年这还有2年的时间，但是呢，看起来苹果打算领先业界，率先全系列变成 Type-C 接口。如果你觉得很不错啊，可以把感动打在弹幕上啊。当然，虽然都是 Type-C 接口呢，但是 iPhone 15用的是低速 Type-C 接口，iPhone 15 Pro 用的是高速 Type-C 接口。USB 协会可能都懵了啊！没想到我们 Type-C 接口还有低速呢。除此之外呢，在机身材质方面也有变化。彭博社呢证实 iPhone 15 Pro 机型将会采用钛合金框架，并且呢内部增加震动马达，侧边按键不会按下，而是改为震动的方式。我来说一下我自己的感想啊，我觉得钛和金属应该是挺值得期望一下的，因为目前的 iPhone 14 Pro 以及 Pro Max 实在是太重了，如果能换钛金属变轻，那我举双手支持。来看同学弹幕大家知道目前 iPhone 14 Pro Max 的重量达到了238克之重，大家觉得 iPhone 15的 Pro Max 重量是多少呢？你可以打在弹幕上。你觉得它会不会变轻呢？有同学问主播怎么看，会不会变轻？我不知道，会变贵那是大概率之真的。好，接下来是一个好问题来问大家一下，你平常买的手机配件是原厂的吗？比如说你是 iPhone， 你会买苹果原厂配件吗？会的打个1，不会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好，为了迎接新春到来，苹果官方商城已经上架了全新的新年主题的官方配件。来吧，同学们，大家估一个价格吧。如果是你的话，打算花多少钱买这个配件呢？注意，再强调一下，这是苹果官方推出的 iPhone 14 Pro Max 红色限量版配件保护壳。好，那我们公布价格，红色限量版售价398元大家觉得怎么样啊？觉得值，真值打个1，觉得不太值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好，同学弹幕说凭什么这么贵？你仔细想想为什么这么贵？它肯定是有过人的地方。下面主播来帮你看一看官方保护套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能卖398，它还没卖你648，你知足吧。产品亮点给你说的很清楚，可以轻松的放入口袋或者取出。你看这一般手机壳能做到吗？是不是做不到？方便你紧紧的握在手中，那第三方手机壳能做到吗？根本不可能啊！最重要的是含有再生材料，支持环保了，属于是。怎么样？看完了主播的解释，是不是觉得这个保护壳值多了，遥遥领先？来看华为 P60 的消息很多人都期待着华为 P60 什么时候能发布，到底能不能上 5G。 那么目前我们看到最新的有几款华为的终端设备已经入网了，入网时间2023年的1月10号。那么从目前的编号推测分析应该就是华为的 P60 系列。从下方的网络支持来看，仍旧是 4G 手机。那么既然已经入网，那么说明它距离上市时间已经比较近了。大家觉得几月份可以上市？你可以打在弹幕上。之前咱们聊过了小米的下一代机型的内部代号叫做女娲，
那么根据爆料呢，华为的下一代机型的内部代号叫做蒙娜丽莎。根据知名博主爆料呢 ，P60 系列将会采用 IMX7 加 IMX8 5000万传感器扎堆这样一个配置，并且呢会搭载华为目前引以为傲的可变光圈。P 系列一贯是以主打拍照为主期待这次 P60 呢能够带给我们更好的一个表现。另外呢，很多同学问说这个 P 系列什么时候能推出保时捷设计版？这个目前还不太清楚但是呢，我们从商标局检测信息可以看到，华为在12月7号注册了全新的商标 Mate RS， 商标类别第9类科学仪器。那是不是意味着华为有可能会继续推出新版的 Mate RS？来吧，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你觉得 Mate 保时捷设计版这个系列如果成功是100的话，你觉得这个系列可以打几分？看一下同学弹幕。来看一看互联网圈的好消息上周呢，咱们刚刚给大家报道了，优酷呢推出了全新的会员服务，同一个会员账号最多可以上线登录3个设备。包括一个手机、一个 iPad、一个电脑、一个网页、3个电视和一个车载端，同时最多是3个。大家觉得优酷这波操作你打几分呢？那作为优爱腾的老对手爱奇艺呢不能让优酷独自占用热搜所以呢，爱奇艺本周推出了全新服务。现在呢，你使用爱奇艺的黄金会员就可以向电视上投屏了，投屏的分辨率高达 480P。有同学说，那我想投更高的，我想投 720P 投 1080P， 那怎么办呢？很简单，您只需要升级白金 VIP 会员，就可以享受电视端的权益了。来看一下同学弹幕你是否把手机上的画面投到电视上呢？这是一个常用操作吗？经常投的打个1基本不投打一盖。看一下同学们弹幕。那有同学说 480P 是不是也够了？这个咱不能光听那些人说这个 480P 不清晰之类的咱们给大家展示展示它到底清不清晰。来看，这是一份画幅的对比图蓝色的这就是1080，然后呢是1440，然后是1280乘以800。那这个红色的就是800乘以 480P。有同学说这么小，这能清晰吗？你放大呀，你看你得会操作。800乘以 480P 一样可以铺满你的屏幕。好，那有同学说那你这个 480P 投电视是不是免费的这当然不是免费的了，这是会员权益想要把 480P 投到电视上，那么你需要花多少钱呢？连续包年，您只需要花费118元就可以了，平均每个月9块8毛3呢，这还不到10块钱，简直就跟白捡一样。选择我们的黄金会员，您就可以以 480P 的超高分辨率投到电视上，大家觉得是不是很超值黄金 VIP 就15了，就25了，那这白金 VIP 得多少钱呢？白金 VIP、星钻 VIP， 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我留下了羡慕的口水。好，那对于这个视频平台的全新功能各大媒体都给出了积极的评价。上海市消保委表示，爱奇艺 APP 限制投屏增加费用不合理、不厚道。好，那让我们感谢上海市消保委。但是你这光说，然后呢，不厚道又怎么样呢？你有没有什么措施其实说白了这个视频网站也很无奈，他只是希望呢你能够单独开一个电视会员。来问一下同学们，你是否会单独开电视会员？会的打个1，不会打一个2。我想说既然视频平台一定要我单独开电视会员，那好吧，我就连手机上的你们家的视频会员也删了得了，这样以后就眼不见心不烦，不会想着去投屏了。问问大家，如果你是视频网站的高管，你怎么办？怎么能让用户很心甘情愿的付费呢？看一下同学弹幕，大家有什么好办法？你有啥办法你说吧，你就来了你。悟空同学说，以后咱们这个会员呢一定要分开，可以分的这个 PC 端、网页端、iOS 端、安卓端、Linux 端、Mac 端、电视端，对吧？每一个端咱们单独收费，是吧？可以我觉得你这个办法挺好的，是不是？你不可能有人同时有2台手机吧？对不对？大多数人都是1台手机嘛，所以呢，这个安卓收个费你这 iPhone 再收一个费，这不很正常吗？是不是？还有什么办法这同学说挺好他说以后咱们免费也可以看所有的电影、电视剧都可以随便看，但是如果你是男的男观众，那你免费的话呢，你就只能看到男主角，
对吧？女主角那边是马赛克啊，您只要充值 VIP 就可以解锁马赛克。如果您是女观众，那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女主播，是吧？这个男主角那边是马赛克啊，这个办法不错啊，是不是？让你只能看到你想看的啊，挺好，这可以啊。说白了啊，看电视其实呢，主要还是为了优质的节目。假如说你的这个节目特别好的话，多花点钱我也乐意啊。问题是你这个节目都，而且呢，很多的时候你充了会员了，当你点开了一部新的热门电影，下方有一行提示的小字儿，对不起，片方版权要求您单片付费2.5块。我已经是会员了，你这遇到过类似情况可以打1波6是吧？行吧，希望他这个未来的剧集优秀，那我还充你的会员，看看有没有可能有优质的剧集，我们一起瞧一下。最新的消息呢，在本月《三体》电视剧将要上线了。我们看到一众实力派演员担纲出演，咱们先来个预期吧，因为这个影视剧评分一般是10分嘛。你觉得这部剧满分10分啊？咱没上线啊，就光看演员啊，你猜他能打几分？看一下同学们弹幕。等下期节目咱们回来验证啊，看看能不能打那个分数。有同学说问我的观点啊，我觉得啊，咱们不要贸然的打低分，凡事需要对比。我看这海报就挺好，我决定给他一个高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电视剧啊，一看它就是真人版的，对不对？一看就你看这都是真人吧，没有那啥吧？一看就是真人版的电视剧，对不对？而且呢，既然是真人出演，那我觉得他这个贴图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错误，模型应该不会出现变形，手指头也不会出现4节啊，反正就是整体来说呢，应该是比较符合我们正常人的，是吧？好啊，所以全靠同行衬托，让我们期待一下这部电视剧。来问大家一下，平常的电商平台你在哪里购买产品啊？京东打1，淘宝打2，天猫打3，拼多多打4啊，其他打一个5，1、2、3、4、5，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我们知道过去这些年的话呢，淘宝更多的是小商家或者是个人商家，而京东这边呢主推的是京东自营，对吧？这是他们很大的一个差别。但是现在要发生变化了。好，我们来看最新。根据最新消息呢，京东推出了春晓计划，扶持商家入驻和成长。注意，这里边的商家呢，是指个人商家。10分钟开店啊，自然人可以在京东注册京东小店来进行售卖产品。京东变淘宝了，属于是吧？大家觉得这波操作前景如何呀？我倒没别的说的啊，只是我以后在京东买东西，我可得仔细看一看是不是自营了，是吧？这在京东买，如果不是自营，我还是有点担心的，是吧？这要不是自营，我一般就去别的平台的了嘛，因为别的平台便宜嘛。京东自营它主要是送货，是真的快。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京东打算这个计划是为了力推京东物流啊，对不对？这些卖家入驻之后，就可以通过京东物流去送货，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你是刘强东啊，会不会这么选择呢？行吧，咱们后续观察再说。这你不能喝，你也喝不了，你干啥呀？拿给挠，还得伺候着，行不行？满意吗？干啥呀？还要加呀？再加得收费了。我们这儿不加钟，你回去吧。你能不能别老盯着我的杯呀？我这都换一个杯了，还。来问大家一下，目前你正在用的电脑系统是什么 ？Win 7打7 ，Win 8打8 ，Win 10打10，Win 11打11。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如果你在用 Win 7或者是 Win 8，对不起，在2023年的1月10号本周，微软已经正式停止了 Win 7和 Win 8.1的技术支持，也就意味着这两个经典的系统已经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微软官方未来不会再给这两个系统推送安全更新和病毒防护。那么根据我们的后台调查，目前呢，你仍旧可以从 Windows 8.1免费升级到 Win 10，也可以升级到 Win 11。当然，不是你想升就能升，因为 Windows 11呢，它限制硬件有一些老的硬件它不让你升，是吧？好，那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如果微软不保证你的 Win 7、Win 8系统安全，你还会使用 Win 7、Win 8吗？会的打个1，不会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你问我会不会使用啊？没问题啊，无所谓啊。金山毒霸2345 360全家桶还会保护我的，拜拜了微软。有同学表示啊，只要我还能用那些第三方软件，那就可以。那最新的消息，谷歌 Chrome 浏览器表示啊，1月10号呢，我们也要停止对于 Win 7和 Win 8的支持。看起来啊 ，Windows 啊，微软要想获得更多人的更新，还得靠谷歌帮忙。
看完数码圈来看车圈。那本周呢，特斯拉宣布大降价，多个版本呢降价多达3万元。那降价之后的话呢，特斯拉 Model 3和 Model Y 已经成为全球所有国家里面和地区里面咱们国内的 Model 3的价格已经成为最低了。怎么样，同学们有没有想拉横幅的呀？根据第三方媒体统计呢，这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价格走势。其实你可以看到有涨有跌，是不是？涨涨跌跌。这3条线呢，分别是后驱版、长续航版和高性能版所以说这个特斯拉这个价格它是一直在抖动一会儿降，一会儿又升。来吧，同学们，那如果你也是车厂的老板，看到特斯拉这波操作，你是会降价呀，还是会涨价呀？你会怎么做呢？如果你是咱们国内新势力的老板，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有同学问，如果主播你是车厂的老板，你会怎么选？这事儿是这样你这特斯拉要是涨价，那我也涨价，对吧？这锂电池成本它嗷嗷涨。特斯拉要是降价，那我不能降，我和马斯克能一样吗？是不是？反正特斯拉每一次降价都会引来横幅制作厂商的订单好多人都来制作横幅华为问界宣布部分车型带来新年价格，对标特斯拉直降3万元，可以可以。余承东说，力度最猛的新年福利。大家觉得华为问界这一波操作如何呀？满分10分降价3万，你打几分？那么余总表示，问界去年已经交付了 7.5 万辆，成为增长最快的新能源品牌。本次呢，我们优惠力度高达3万元，老车主也会回馈的新年价值礼物达到 3.5 万元。什么意思呢？咱一起来看一下。针对目前已经提车的并且是按降价前提车的车主，那么问界的 M5 EV 纯电会提供 3.3 万元的权益，问界 M7 会提供 3.5 万元的权益，包括一些延保在内以及积分换购的权益。好，那目前我看了一些论坛上的大家的留言反馈普遍觉得华为这波操作还是不错的。毕竟嘛，这个产品随着时间推移降价在所难免但如果你能给老用户一些安慰也算是好事。在降价之后，后驱版呢是25万9800，四驱版呢是28万9800， M7 呢是28.98， M7 豪华版30.98这样一个价格。反正目前好像没听说有去华为那儿拉横幅的情况，毕竟给老车主的权益还是挺多的。看一下同学们如何评价。对于这波我只能说这华为这是摸着特斯拉过河了，属于是特斯拉你学点。最后来看苹果造车这已经从有消息到现在也3、4年的时间了，但是呢，只闻其声未见其容。本周终于有外媒打探出了比较切实的一系列的消息，下面我们来给大家来做汇总。那首先大家最关心的无非是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价格，然后呢就是它的上市时间。我们需要明确几个事儿苹果最近几年一直在力推它的汽车项目，为此呢，已经招聘了大量的员工和高管有各大车厂的高管来。那目前苹果汽车团队呢多达1000人，而且都是资深的员工。内部代号呢为泰坦目前项目呢还是在顺利的推进当中。来吧，同学们，大家先估一下价格，你觉得苹果汽车人民币售价大概多少钱？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好了，那根据外媒报道，苹果的汽车目前预估的售价可能定在9万美元。那么约合人民币呢就是60多万这个价格呢可是不算低但是呢，要是以苹果的风格，好像也能理解也能理解这个理解不是那个理解是那个理解。这个 Apple Car 定在60万人民币的话，你觉得是高了还是低了？高了打个1，觉得低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那么根据目前汇总的消息呢，苹果预计在2025年开始大规模的生产 Apple Car。但是呢，正式上市预计要到2026年，有愿意等的同学吗？来看一下同学弹幕你觉得苹果汽车定价在多少钱会打动你？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23同学说，不要高兴的太早，60多万那是低配版后边还有 Pro 以及 Pro Max 版的。可以你是懂苹果的这位同学。还有同学表示，你不就是吐槽苹果贵你买不起吗？你有什么吐槽的？不是，我绝对不是吐槽苹果汽车贵，我在考虑另外一件事情。大家知道 iPhone 14换电池的价格是748元，而 iPhone 14本身的价格是5999，748除以5999
12.468%啊，也就是说呢，苹果的换电池的费用是12%的整机价格。那么60万的苹果汽车换电池要多少钱呢？601234乘以0.1等于72000元。大家觉得啊，苹果汽车如果换电池这个价格，你觉得怎么样啊？科技不无聊，主播来吐槽。主播呢？主播来，快来！猫，科技不无聊，主播来吐槽。如果还希望看到主播疯狂吐槽各大厂商，欢迎关注一下我们，下周为大家继续带来。点个赞再走吧，求求你们啦！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哎，这是谁掉的硬币啊？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前两期节目啊，咱们和大家聊到了很多新的车企啊，都会选择在汽车的外面放一条显示屏。当时很多观众还争论这个会不会成为主流啊？来看回忆的留言，他说：一看呢，主播就当不了产品经理，车外放显示屏肯定是主流啊！以后咱们去广告50块钱每个月，自定义文字100块，自定义图片200块，这钱不就来了吗？啊，可以啊，你是懂产品经理的。上期节目咱们还聊到了抖音所推出的抖音聊天，当时大家还想啊，这没有那么多用户啊，互相聊天怎么办？丁不中同学留言，他说抖音聊天推出主播群，同一个主播的粉丝啊，自动被拉入一个群，开始互相聊。1个亿的主播，当然有1个亿的粉丝群啊，想想都很刺激。抖音表示啊，明天来上班，明天。上期节目大家还纷纷给抖音聊天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包括抖信、Q 抖、TikTok。来看这位互粉同学，他起的名字叫做抖音 Message， 简称抖。之前咱们聊过特斯拉换用异形方向盘啊，不是圆圈形状的，引起了很多的争议。有观众留言给出了答案，一直很奇怪特斯拉为什么搞那么奇怪的方形方向盘。看到马斯克端着洗脸盆进推特就明白了啊，灵感就来自这里。看起来马斯克拿着的不是洗脸盆，拿着的是特斯拉的未来。